朱元璋扫平群雄，朱棣武征漠北的铁血大明，竟在短短一天内被2万瓦剌骑兵打得溃不成军，25万精锐全军覆没，50多位军贵战死，连皇帝都成了俘虏。这就是让大明从巅峰瞬间跌落谷底的土木堡之变。短短70年，朱家天子从天子守国门的豪迈，沦落到被扶当人质的耻辱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竟是一个太监和一位刚愎自用的皇帝。即使你对中国历史毫无兴趣，也一定会被这场充满荒诞与悲壮的战役震撼。它不是天灾，而是纯粹的人祸；它不是国力不济，而是昏庸与贪婪酿成的惨剧。今天，咱们就一步步揭开土木堡之变的真相，看看一个权宦如何操控帝王，一场儿戏般的亲征如何毁掉一个王朝的未来。这一切要从明朝最臭名昭著的太监王振说起。王振是朱瞻基钦点给朱祁镇的老师。朱祁镇8岁登基，对这位王老师敬畏有加。仅仅8个月，王振就坐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，手握批阅奏折、处理政务的大权，成了朝堂上隐形的太上皇。他摸准了朱祁镇年幼想立威的心思，天天在耳边吹风：你是皇帝，百官该听你的；而我是你父亲选的老师，你该听我的。年少的朱祁镇被这话哄得晕头转向，愈发刚愎自用。而王振则借着皇帝的信任，一手遮天，朝堂上下敢怒不敢言。为了让自己名留千古，王振又怂恿朱祁镇对云南陆川用兵。陆川叛乱确实该平，但王振却不懂军事，瞎指挥。这场仗一打就是9年，发兵15万，转战半天下。虽然勉强稳定了西南边疆，却让明军疲惫不堪，怨声载道，国库更是亏空见底。就在明朝深陷西南战事时，北方的瓦剌部落早已蠢蠢欲动，首领也先趁着明军无暇北顾，吞并了明朝的关西七尾，整个北方边境都成了瓦剌的势力范围。可朱祁镇却抱着他们答应过太爷爷永不来犯的幻想，以为姑息退让。也先很快找到了动手的契机，明朝的朝贡贸易。明朝为了安抚边塞势力，规定蒙古部落可以用马匹换物资，不仅等价交换，还按人头给赏赐。也先看出了其中的漏洞，从几百人朝贡一步步加到2000人，不仅要赏赐，还沿途烧杀抢掠，甚至私自买卖武器。换成朱元璋或朱棣，早就出兵征讨了。可朱祁镇只下令交易武器者处死，对烧杀抢掠视而不见。也先得寸进尺，这次派2500人，却虚报成3000人要赏赐。王振被激怒，下令把马匹价格压到原来的1/10。也先等的就是这个借口。公元144年9月年7月，瓦剌大军猛攻大同，大同参将吴号战死沙场。消息传到京城，朱祁镇吓得畏畏缩缩，可王振却又来怂恿：陛下御驾亲征吧，打赢了，满朝文武谁敢不服你？朱祁镇被这话冲昏了头，当即拍板：有贼犯禁，杀掠军民，朕必亲率大兵剿之。隔天，朱祁镇让弟弟朱祁钰留守京师，自己带着25万大军出发，王振全程陪同。可刚出发一天，洋河口之战明军大败的消息就传来，沿途全是阵亡将士的尸体。到了居庸关，群臣恳请休整，朱祁镇不听。到了宣府，风雨交加，兵疲马困，群臣再次劝谏，王振居然当众呵斥惩罚大臣。朱祁镇全程默许。好不容易到了大同，前方传来明军惨败的急报，王振瞬间慌了神，立刻下令撤军。可撤退路上，他又犯了荒诞的毛病，想回家乡魏州炫耀，让数十万大军绕路走了40公里，又担心军队踩坏家乡庄稼，下令折返宣府。几十万大军像无头苍蝇，顶着风雨夜以继日赶路。军心早已涣散，也先看准时机，率军追击。当明军逃到土木堡时，群臣建议去怀来城休整，王振却惦记着自己1000多辆装满财物的辎重车，非要让军队夜宿土木堡。也先追到后，第一时间控制了土木堡唯一的河流，断绝了明军的水源。几十万大军渴了整整2天，士气降到冰点。这时也先使出计谋，假装撤兵。明军士兵以为有了生机，纷纷冲出城外喝水。瓦剌骑兵突然杀回，挥刀砍杀，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就此开始。25万明军在2万瓦剌骑兵面前不堪一击，以张辅为首的50多位勋贵大臣战死。王振被愤怒的明军将领反重锤杀，而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。这一战，大明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，王朝的根基彻底动摇。消息传到北京，全城人心惶惶。孙太后没有想着营救儿子，反而以国家不能无君为由，拥立朱祁钰登基，改元景泰。但他也做了一件正确的事，提拔于谦为兵部尚书，主持京师防务。
也先带着朱祁镇攻打北京，想以皇帝为筹码，逼迫明朝投降。可于谦早已下定决心，社稷为重，军为轻。他率领将士在德胜门、西直门与瓦剌军浴血奋战，5天5夜的激战，瓦剌军死伤3万，仓皇败退。也先见捞不到好处，只好把朱祁镇放回。公元1450年，朱祁镇回京，却被弟弟朱祁钰软禁在南宫，一所就是7年。1457年年初，朱祁钰病重，石亨、徐有贞等人趁机发动夺门之变，拥立朱祁镇复位。可朱祁镇复位后，非但没有反思，反而恩将仇报。他听信谗言，以谋逆罪名处死了救国功臣于谦，还为王振平反，后代其亲属。后来他又觉得石亨、徐有贞没用了，干脆把这2位复辟功臣也杀了。虽然朱祁镇后期勤政，每天清晨5谷就起床处理政务，但他造成的创伤早已无法弥补。1464年，38岁的朱祁镇驾崩，和父亲朱瞻基一样短命。他的一生，8岁登基，做了14年皇帝，被俘1年，软禁7年，再当8年皇帝，短短38年，把大明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下期咱们就顺着时间线，看看朱见深、朱佑樘、朱厚照这3位皇帝如何用57年时间试图填补朱祁镇留下的大坑。但要提前说清楚，这个坑根本填不完。宦官专权的毒瘤还在，东厂之外，西厂即将设立，大明的危机才刚刚开始。